台湾航商手上跑远洋的主力大船，全长 399.98 公尺，船宽 58.8 公尺，一趟装得下20160个标准货柜。推着它走的那台主机是11气缸的 G95 型两航程低速柴油机，每分钟只转79圈，却能输出59300千瓦，换算成马力是79400匹。设计极速24节，平常跑 22.8 节，全速跑一天烧掉的重油就是200吨这个量级。而伺候这一整套钢铁怪物的全船只有20几个人，这一行的钱还真的不低。交通部航港局自己对外讲的数字，远洋线一等船副跟一等管轮起薪10万元以上，做到船长月薪20万到31万。可为什么偏偏就是这一行，台湾年轻人一个都不肯来？更怪的还在后面，这种船靠上码头，主机明明已经停戳，油却1分钟都没有停止燃烧。全世界的港口都在推岸电，高雄港建了11座高压岸电，结果建好之后有整整3年，几乎没有人插。台湾是全球货柜运力前10名里面硬塞了2家的岛国，可我国籍的合格船员从2003年的22259人掉到2023年只剩15518人，20年蒸发掉11741人。所以船都靠港了，引擎为什么不能关？所以这一行到底在卖什么商品？贵到年轻人宁可不赚。而最可怕的是，那条线的另一头究竟绑着什么人？今天我们就做一件事，从货架上随便一样进口的东西开始，往回拉一条线。这条线会先被拉上卡车，再拉到码头，再拉到船边，再拉进机舱，最后拉到一张没有人看得见的直更表，跟一纸没有人想签的合约上面，一段一段拉。你会发现这条线上挂着3样东西，一台怕冷怪，一团码头灯光旅行团，还有一群挂旗侠。等这条线拉到底，你就会知道为什么这条线这么便宜，同时又贵到吓死人。先拉到码头边，站在船屁股后面，你会听到那艘船在响，主机停了，但船体里面有一整套东西在转，烟囱还在冒东西，一天照样烧掉几吨油。外行人第一个反应都一样，这些人是不是忘记关火？是不是行商钱多到不在乎？答案跟省不省钱一点关系都没有。答案是，这艘船烧的那种油怕冷。商船烧的不是柴油，是重油。重油是原油，把汽油、煤油、柴油通通抽走以后，剩在桶底的最后那一坨。船上最常烧的等级叫380，这个380是年度值，而且是在摄氏50度的条件下量出来的。讲白话，这东西在常温下根本不配叫液体，你把桶子整个倒过来，它不会乖乖流出来，它会赖在里面慢慢探出一根舌头，我们就叫它黑膏药吧。所以整艘船从油柜到喷油嘴就是一条热管路。第一关是泵得动，国际上做油品的公开资料写得很直白，重油在摄氏20度基本上泵不动，要维持可泵送至少要加热到摄氏40度，低于这条线，管子里的黑膏药就变成半凝固的膏，泵打不动，氯气塞死，整条线当场报废。第二关是分油，黑膏药里面有水，有杂质，有金属颗粒，进主机之前要靠离心分油机把它们甩掉。机舱工程师之间流通的操作经验是，进分油机之前先加热到摄氏98度上下，把粘度压到最低，但又不能高到让里面的水直接闪成蒸汽。第3关才是喷射，现代船用柴油机要求进喷油嘴的粘度落在10到15这个带，380黑膏药要达到这个粘度，油温得拉到摄氏140度上下。整套系统的加热上限一般设在摄氏150度，再往上就有安全疑虑。3关连起来看就懂了，油温从40度、98度一路爬到140度，整条管路是热的，油柜是热的，加热器是热的，这哪里是一艘船？这根本是一台会浮的烧水壶。现在假设你靠港，一声令下把这一整套关掉，会发生什么事？油会冷，细支管先冷，然后是主管，最后是油柜。冷到某个程度，黑膏药就在管子里直接固化，要救回来你得从外面重新加热整条管路，还要祈祷没有哪一段已经硬到清不掉，真的塞死了就得拆管路，人工掏，那在船上是灾难级的维修，机舱的人听到都会脸绿。所以答案很简单，靠港不关加热不是懒，是因为关掉的代价大到不能承受。主机本身也是同一套逻辑，而且更夸张。这种等级的低速柴油机不是你家汽车，不能冷车发动。公开的机舱教材讲得很清楚，主机启动前要先开预热器把冷却水加热，
再让热水在缸体里面循环，把几百吨重的铸铁慢慢烘到定温。冷机硬发动等于渡劫失败，下场是什么？钢套跟基座这两种金属件膨胀速度不一样，中间那圈密封环会被活生生扯坏，坏了就漏水，漏水就要进机舱拆钢套。那么一台完全冷掉的主机到底要暖多久才能重新启动？不知，绝对不知道。网络上从几小时讲到一整天都有人讲，但我翻不到任何一份原厂文件把时数写死，因为这个参数本来就会随机型，随环境温度，随预热器功率跑掉，谁敢写死谁就是在骗人。不过方向是很明确的，这台东西的人设就是怕冷，它的全部设计都建立在一个前提上，它永远不会冷掉。79400匹马力的钢铁巨兽，最大的弱点竟然是怕冷，这是不是有点好笑？所以怕冷怪这个绰号一点都不冤，它一旦上线就永不下线，可以停敲但不准冷，可以不出力但不准死，整艘船的作业节奏都围着这只怕冷怪的体温在转。到这里，标题的第一个悬念解掉了，靠港了引擎还在动，不是船员忘记关，也不是航商不心疼油钱，是那只怕冷怪的物理特性，直接判定让它冷掉根本不划算。那有没有办法踢翻这个副本？有，那个隐藏副本叫暗电，船靠码头之后把电源接上岸，发电机就可以停掉，油、废气、噪音一起省，国际上叫冷铁。这件事台湾有做台湾港务公司的公开资料，写的是高雄港建制11座高压暗电设备，港务公司还吸收码头端的暗电费用，让航商的用电成本不会比自己烧油发电更贵，甚至去商请台电配合，听起来很美好，对不对？结果一查吓一跳。2017年5月 TVBS 的报道把这件事整个摊开来讲，高雄港内11座暗电总共花了2亿多元，港务公司4座， BOT 码头6座，中钢1座，盖好之后将近3年几乎没有人用，只有中钢那一座真的插过，而且半年才用6次。当时的原因很现实，高压电力系统还没到位，加上电费成本比烧油还贵，航商想都不用想，傻子才去插。这几年港务公司说中钢码头跟第4货柜中心的暗电已经陆续启用，但那3年的空窗是真的发生过，而且就算插好插满，也有2件事是暗电救不了的。第一，暗电只解决发电机的问题，怕冷怪的保温跟预热它管不到，该烧的还是要烧。第二，一座能喂饱超大型货柜轮的暗电泊位，容量要拉到100万伏安等级，那是要动到区域电网的工程。那再退一步，油这么贵，干脆开慢一点行不行？行，而且航商早就在开慢了，这招叫减速航行，一般是把船速压在18到20节。为什么有用？因为船速跟油耗根本不是线性关系。德州农工大学加尔维斯敦分校的 Rodriguez 教授整理的公开资料写得很清楚，超过14节之后，油耗是照指数往上爬的。他引用的 Noteboom 与 Carrier 在2009年的研究给了一组很好感受的数字。8000 T1U 级的货柜轮跑24节，一天烧大约225吨，速度掉到21节，一天只剩大约150吨，直接少掉 33%， 速度只慢了3节，油省掉1/3。所以减速航行从来不是环保口号，是纯粹的算术。但省下来的那笔油钱，账单其实有人在付。航程变长，货主要多等，而线的另一头那些人在海上的日子也一天一天跟着拉长。好，机器的部分讲完了，这条线再往回拉一段，就拉到人身上。线上绑着的就是今天的第2个主角——码头灯光旅行团。他们的行程表是从一张直更表开始的。甲板部门的航行值更全世界通用，3班制，一班4小时，值完休8小时，一天上2班，总共8小时。3副值的是早上8点到中午12点，加上晚上8点到午夜12点，大副接凌晨4点到早上8点，加下午4点到晚上8点。2副最惨，接午夜12点到凌晨4点，加中午12点到下午4点，一天只上8小时，听起来是不是超爽？打酱油等级？不是。第一，这8小时是切成2段的，中间硬生生隔8小时，你的睡眠永远是碎的，永远拿不到一次连续8小时的整觉。第二，那只是航行直更，靠港还要直停泊更，要盯装卸货，盯细缆，盯压舱水。第三，甲板保养、演习、检查、文书，全部排在直更之外。
3副除了值更，还要管全船的救生跟消防设备；2副要管航海仪器跟操作设备；大副是甲板部的头，船体维护保养的规划执行，全船的载重与稳度都归他。这些工作没有一项算在那8小时里面。还有一块时间外人完全想不到，演习跟受检、救生艇、消防、汽船、油污染应变，全部是国际公约规定要定期演的，演完要留记录。靠港还有港口国的检察官会上船翻证书、翻设备、翻你的休息时数表，项目不合格，船就走不了。你猜这些时数要花谁的休息时间去补？所以在船上，值更、保养、演习、受检、装卸货5件事全部叠在同一个24小时里面，这哪是3班制，这是5线并行的地狱副本。也难怪国际海事劳工公约干脆放弃用工时来管这一行，改用休息时数来管，规定写得非常具体，任何24小时之内休息至少10小时，任何7天之内休息至少77小时，而且这10小时不准切太碎，最多分成2段，其中1段至少要6小时，2段休息之间的间隔不能超过14小时。一份劳动法规要细到规定你不准把睡觉切成3块，这本身就是证词。会有这种条文是因为现实中真的有人被操到出事。再把线往下拉一层，拉进机舱。机舱是这条线上环境最恶劣的一段，因为怕冷怪就住在里面。黑膏药的管路140度上下，钢套冷却水要维持定温，排气管跟增压器那一侧只会更高。这些热源全部塞在同一个封闭的铁壳子里。那机舱的空气温度到底几度？查不到，真的查不到。这个数字会随航线、随通风设计、随主机负载到处乱跑。跑赤道跟跑北大西洋根本是2个星球。你只要记得管路上那个140度，就知道那个铁壳子里不会凉快到哪去。除了热还有噪音，主机在转的时候，机舱里靠喊是听不见的，沟通要靠手势或耳机，护耳是强制的。现在的大型商船多半是无人机舱设计，晚上不留人，靠自动监控跟警报。但这不代表轻松，轮机员是轮值待命，警报一响就得下去。半夜被叫醒，爬3层楼进那个铁壳子里处理故障，就是码头灯光旅行团轮机组的日常行程。再往下拉，就是这几年变化最大的一段线——网路。这也是码头灯光旅行团唯一真正变好的一件事。以前商船靠传统海事卫星，慢、贵，按流量计费，要跟家里联络，实务上是靠公司配给的额度，或是等靠港的时候抢码头讯号。1个月能跟家人视讯几次，看的是航线跟运气。低轨卫星宽频普及之后，这件事整个版本更新。现在的海事方案下行速度已经跟一般家用宽频同一个档次，视讯、影片、云端系统都不成问题。有趣的是，航商导入的说法，日本的商船三井宣布把卫星宽频装上旗下233艘远洋船，对外讲的理由不是提升营运效率，是提升船员的生活福祉，用来因应全球性的船员短缺。换句话说，连航商自己都承认了，网路是拿来留人的。留谁？留那些本来要跑掉的人。再讲吃的，这一段能查证的比很多人以为的少很多。国际海事劳工公约把伙食跟饮用水列成船东的义务，不是福利。船东必须免费供应，要供应到符合船员人数、宗教习惯与文化背景的程度。船上还要有受过训练的厨师，但菜色没有统一标准。同一国旗下的船，伙食费预算可以差一大截，看船东给多少，看厨师手艺，看船长怎么管。真正的限制是补给节奏，生鲜蔬果肉品只能靠港补，越洋航段中间补不到。横渡太平洋一走10几天，欧洲线更久，所以航段前段吃得到新鲜的，中后段就自动切成冷冻干货版本。这不是谁苛刻，是物理。环境讲完了，这条线再往回拉一段，就拉到最多人想知道的那一段，码头灯光旅行团的团费到底怎么算？先把话说在前面，台湾船员的实际薪资官方没有公开的统一统计，以下数字全部来自主管机关对媒体讲的版本。2025年6月 ET Today 报道交通部航港局讲的版本是这样：实习期间基本薪资3万元以上，进洋线的2等船副跟2等管轮起薪6万元以上，远洋线的1等船副跟1等管轮起薪10万元以上，跑远洋2年之后有机会月入14万元以上，做到船长看航线、看年资、看公司，月薪落在20万到31万。
10万起跳。一个刚拿到证照上船的年轻人，第一份工作就是这个数字。你在陆地上混吃等死，一辈子也碰不到。更关键的还不是月薪，是存钱效率。合约期间你人在船上，房租没有，通勤没有，应酬没有，电影院跟餐厅都没有，伙食是船东供的，薪水入账之后扣掉汇回家的部分，剩下的几乎是原封不动躺在户头里。所以跑一趟合约存到人生第一桶金，在这一行不叫飞升，叫常态。那外籍船员呢？这就是这条线上落差最赤裸的一段。国际劳工组织的联合海事委员会船员工资小组委员会在2025年那次会议谈出了一级水手的最低基本薪。2025年是每月673美元，2026年1月1日起调到690美元，后面还排了2阶，2027年704美元，2028年715美元，3年总共涨 6.2%。 我要特别强调，因为这个数字最常被拿来乱比，690美元是基本薪的地板，不是实领总额，到手的钱还包含加班费、休假薪资跟津贴，加总会比地板高出一截。但就算你把实领往上抓2倍、3倍，跟台湾讲的甲级起薪10万摆在一起，那还是一条看得见的鸿沟。而台湾对这件事其实有法规在挡，外国籍船员雇用许可及管理规则第8条，民国111年1月7日修正的版本写得很硬，甲级船员舱面部跟轮机部每船各只能雇佣1名外国籍，而且不准担任船长、轮机长。乙级船员每船的外国籍人数不得超过最低安全配额证书所载乙级船员人数的1/2。看到这里你可能会觉得那不是守得好好的吗？先别急，这条线等一下还要再拉一次，你就会知道这条法规在哪里断掉。好，数字全部摊平了，10万起跳，做上去30几万，证照还国际通用，这个条件摆在台湾就业市场上，理论上应该抢破头吧，实际上招不到人，而且不是招不满，是连上了船的都留不住。原因不是钱，真正的答案就是那个9个月。我们把国际海事劳工公约的规定拿出来看，船员在船上连续服务而没有休假的期间，上限是11个月，服务期满到12个月，你有权要求雇主付费把你送回家。台湾航商实务上的合约长度多半落在10到12个月，扣掉交接弹性，一趟实际在船的时间常常就是8到10个月。所以标题那个9个月不是修辞，是合约长度扣掉弹性之后实际会发生的那个数。现在请你把这个时间长度跟一个人的生活对上去。9个月是你女儿从会爬到会走的那一段，是你父亲从确诊到开刀到出院的整个过程，是你太太怀孕的后半段加上生产，是3个节庆，1个生日，可能还有一场你赶不回来的葬礼。这些事情不会因为你在海上就暂停，它们照样发生，只是你不在场。有跑船的人讲过一句话，说这一行是牺牲自己换全家安稳，听起来很悲壮，但它精确描述了这笔交易的本质。你卖的不是劳力，是一段不可回收的人生时间，而且这段时间你不能中途反悔。一般工作再怎么难受，你下班可以走，可以请假，可以突然说我今天不干了，船上不行。船在南太平洋中间，离最近的陆地1000公里，你不想干也得干到下一个港，而下一个港你多半也下不了船。不信，有数据，国际运输工人联盟旗下的海员信托基金委托世界海事大学团队分析，在2024年做了一份全球船员上岸权调查，样本是5879名船员，结果是这样，超过1/4的船员整趟合约完全没有上岸过，1/3整趟只上岸1到2次，有 47% 的人单次上岸不到3小时， 93.5% 的人不到6小时。海员信托基金的主管 Katie Higginbottom 把这个现象讲成一场没有被处理的危机。而这份调查里，船员的平均合约长度是 6.6 个月，在船上待了 6.6 个月，然后超过1/4的人一步都没有踏上过陆地。所以那个码头灯光旅行团的绰号一点都不夸张，理由也很现实，现在的货柜码头多半离市区很远，是专用的货柜中心，走出去要车，靠港时间短，作业排得满，你的班还是要值。更麻烦的是签证，很多国家对船员的岸上通行证管得极严，没有那张纸，你连码头大门都出不去。于是码头灯光旅行团的行程表就长这样，这一趟你去了10几个国家，护照上1个章都没有，你对这些国家的全部印象
就是码头的灯光跟吊车的声音。年轻人不买这个账，不是因为他们吃不了苦，现在的年轻人愿意做的辛苦工作多得是，愿意在厨房站12小时，愿意跑外送跑到半夜，愿意轮3班，论体力消耗，没有一项比跑船轻松。差别在哪？那些工作再累，你下班以后那段时间是你的，可以跟朋友吃饭，可以回家，可以在家人生病的时候到医院，你的生活还在你手上。跑船不是，跑船是你把连续9个月的完整生活主导权整包交出去，这才是真正的价格，不是体力，不是危险，是那个没有办法用加薪买回来的东西。如果现在让你3选其一， A 是陆地上月薪5万，但你每天回得了家， B 是海上月薪12万，但连续9个月不准下船，而且1/4的几率整趟一步都踏不上陆地， C 是海上月薪18万，但合约直接拉到12个月，你选谁？想都不用想吧，没有人会为了多那几万去找虐，这根本不是加薪能解的题。再算一笔账，就算行商加薪 50%， 船副从12万变18万，多数人还是不会去。问题不在单价，在于那个商品你根本不想卖。这就是为什么各国行商砸钱装卫星网路，因为薪水这条路已经加到头了，能改善的只剩那9个月的品质，让你至少每天跟家人视讯，让你在海上还感觉跟世界连着。这是目前唯一有效的手段，但它改变不了你人不在家这件事。好，人的部分讲完了，这条线最后往回拉一次，看整个盘子有多大，缺口又有多大。先讲好听的，台湾的货柜航运规模是真的大。Alphaliner 在2026年1月4日的排名显示，全球营运中的货柜船7498艘，总运力3369万 TEU， 第一名 MSC 是713万6000 TEU。而在第4到第10名里面，长荣排第7，阳明排第9，万海落在第11到第20这一段。一个2300万人的岛，在全球运力前10名的榜单上硬是卡了2格，加上万海就是3家上榜。这张成绩单说实话很吓人，换成游戏术语，这叫小号打进世界排行榜。港口的量也不小，台湾港务公司的统计，民国112年台湾国际商港的货柜装卸量是1359万6987 TEU， 民国113年成长到1393万3254 TEU。 好听的讲完了，现在换另外一半。第一件事，民国114年那个数字掉下来了，掉到1354万6117 TEU， 比113年少了将近39万个柜，运力在涨，台湾的装卸量在退，这2件事同时发生。第二件事，也是这条线最诡异的一段，台湾航商的船挂台湾旗的比例并不高。国际航运的通例是登记在权益船籍国，主要就是巴拿马、赖比瑞亚、马绍尔群岛、巴哈马这几个。为什么？因为那些地方的税负、工资、劳工福利、船舶适航条件的标准都比较宽松，成本压得下来，台湾的航商一样在做。于是就出现了挂旗匣这个东西，船东在台湾，总部在台湾，赚的钱回台湾，船本身是巴拿马人，这是不是有点分裂？而刚才我们才讲过，外国籍船员雇用许可及管理规则规定的那么硬，甲级每船每部门只能1名外国人，乙级不能超过一半。那条规则管的是中华民国籍船舶，挂旗匣一换旗，那条线就在国境边上被剪断了。这就是这条线上最漂亮的一手偷家，你不用去修改法规，也不用去跟谁吵，你只要把船籍换掉，整套规则就自动失效。挂旗匣不是坏人，挂旗匣只是把赛制读懂了，所以我们才会看到一个很怪的局面，一个海运强国，它的旗帜却很少出现在自己的船上。挂旗匣也不是台湾特产，全世界的航商都挤在同一个副本里，刷同一套换旗参数，谁不刷谁吃亏。第三件事，船员人数正在掉，而且掉得很难看。台湾职业安全健康连线整理的数字是这样，我国合格船员在2003年有22259人，到2023年只剩10518人，20年少掉11741人，跌幅 53%。 同一段时间里，台湾的船队从528艘涨到1043艘，成长 197%。载重吨从2233万吨涨到6074万吨，成长 272%。 你看懂这个对比了吗？船翻了3倍，人砍掉一半，而且每年还有1200到1700个年轻人拿到船员证书。
人一直在升，却一直没有累积，这些人到哪里去了？至于实际在船上跑的本国籍船员，航港局2025年对媒体讲的数字是大约7000人。7000人是什么概念？台湾一家中型工厂的员工数就有这个量级，整个国家撑起全球前10名货柜运力的海上人力只有这么多。还有一个很伤的国际对照，台湾职业安全健康连线引用的比较是，丹麦的船员占总人口比例是 0.44%， 台湾是 0.045%， 差了10倍。一个四面环海，95%以上民生物资靠海运的岛，船是我们的，货是我们的，开船的人快要不是我们了。第4件事，这不是台湾独有的问题，全世界一起在卷。国际航运工会跟波罗的海国际航运工会在2026年6月发布的船员人力报告写得很清楚，目前全球有257万名船员，在操作85148艘商船。2026年，具备 STCW 试任证书的高级船员短缺39100人，到2030年，全球还需要再补进113735名高级船员才够用，而这个缺口是一路扩大的。2015年缺16500人，2021年缺26240人，到现在39100人，10年翻了超过2倍。但同一份报告里有一个数字最值得看，也最容易被跳过。普通船员不但没有短缺，反而过剩56890人。这说明什么？说明这个行业的系统 BUG 不是没有人愿意上船，是愿意上船的人跟真正需要的人对不上。缺的是要念4年书、考证照，还要熬海勤资历才练得起来的高级船员，多的是门槛低的基层职位。这不是没人要做，这是整张技能树卡死在同一个节点上。所以你光是喊缺工、喊加薪没有用，因为短缺的那个位置养成一个人要好几年，你今天喊，4年后才有人上线。台湾的对策主要是民国111年开始推的海员新兴培育计划，交通部航港局拉着航商跟海事校院，锁定航海轮机相关科系的学生，在学期间补助学杂费、住宿费，还加码生活津贴，每年补助上限最高18万元。毕业后直接进合作航商，合作航商从最初几家一路加到长荣、阳明、万海、裕民、中钢、运通、建华这6家。成效呢？中央社2025年5月的报道写的是，这个计划累计有近100名学生参与。近100名，我不是要唱衰，补助学生上船的方向没有错，但你把近100名跟全球缺39100名高级船员，跟台湾20年蒸发11741人摆在一起，就知道这是拿一个水杯去救一整条线。而且钱从来就不是那个关键参数，一个学生如果是为了那笔补助才肯上船，大概率在第一个航次就会发现，补助的钱跟他交出去的东西完全不成比例。要动的其实是航次结构，是把合约压短，把换班点加密，把上岸权当成一件正事来拍。可是这里有一个很硬的现实，这几件事每一件都直接从航商的成本里挖肉，多一次换班就多一趟机票，多一次交接，多一段人力重叠，所以没有人会主动去动它，除非招不到人的痛过那笔成本。看缺口一路扩大的趋势，那个临界点应该不远了。好，这条线我们从头到尾拉完了，最后回到最开始那2个数字，一天200吨油，9个月不下船。前面那个数字是机器的账，算得清清楚楚。黑膏药要几度才蹦得动，怕冷怪要暖到几度才敢启动，全部有标准答案。工程师可以算到小数点后面那个数字没有标准答案。9个月换1桶金，这笔交易划不划算？没有任何公式算得出来，因为被卖掉的那个东西根本没有市价。你女儿学会走路的那一天值多少钱？这一行的钱真的不难赚，船长跟轮机长在台湾是实打实的高薪，证照还国际通用，纯看投入产出比，这是一份好工作。它只是很贵，贵在你付的不是劳力，是一整段没有办法补拍的人生。至于我们这些站在超市里的人，下次拿起一样进口商品的时候，可以顺手把那条线再往回拉一次。线的这一头是货架，线的另一头是20几个人，一台不准冷掉的怕冷怪，一艘不挂台湾旗的挂旗侠，还有一团连码头大门都走不出去的码头灯光旅行团。然后你会发现一件很冷的事，这条线上的每一段我们都算得出价钱，从重油几块钱1吨，岸电几度电，换班机票多少钱，全部有数字。只有线的最末端那9个月没有人报得出价。
不是因为它不值钱，是因为真的要标价的话，这条线根本拉不起来，货架上就会空一半。所以我们默契很好的一直没有去问那个价钱，反正东西照样会出现在架上，反正推车照样推得动，线的另一头绑着谁，我们也不用知道。